嫁给陆之舟3年，我辛辛苦苦地帮他走关系、拉客户，把他那濒临破产的小公司做大做强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生日那天我会收到他发来的短信：小月回来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回复：想得美，你跪下来求我呀。第二天中午，陆之舟终于回了家，我正坐在沙发上嗦螺蛳粉。我知道他最讨厌螺蛳粉的味道，我不是不小心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他皱着眉冷眼看我，英俊的脸上满是厌恶的表情。他冷冷说道：顾婷婷，离婚吧。我说：好呀，房产和公司都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他一愣：凭什么？我说：就凭当初提出结婚的人是你，现在要离婚的人也是你。你以为婚姻是淘宝购物吗？可以7天无理由退款。他想了想，房子和其他东西都可以给你，公司不可能。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我说：我偏要无理取闹。陆之舟没理我，转身就要走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遇到不顺他心意的事情，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。我说：好走不送。当天下午，他给我发来了离婚协议书。我随便看了看，房产归我，公司归他，额外补偿我500万，倒也算公平。可我这3年的时间怎么算？喂狗了吗？3年前，陆之舟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，一度濒临破产。他向我求婚，我答应后，我爸借了他500万。这3年来，我认认真真的做他的好妻子，陪他出席各种聚会活动，借我爸的名字帮他开路，替他走关系、通门路，应酬各方牛鬼蛇神。如果不是我，他的公司怎么可能发展到如此规模？他又怎么可能有如今的身价地位？现在他想甩掉我，和白月光双宿双飞，真是想屁吃。我转手也还了陆之舟一份离婚协议，只不过是财产、房子和公司全归我，他净身出户。陆之舟没回。我想了想，认真的给他编辑了一段话：陆之舟，这是你能跟我离婚的最后机会，错过这村就没有这店了，你别后悔。他这次倒是回了：公司是我的，法庭上见。行吧，我抬手就把他拉黑了。觉得还不够解气，我又打开公司的企业微信和钉钉，把陆之舟的账号退群的退群，注销的注销。当初陆之舟懒得弄这些，都是我和秘书替他搞的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公司的各种群里都乱了套，员工们乱作一团。秘书小张慌慌张张地打来了电话：夫人，陆总的企业微信和钉钉。我打断他的话：张秘书，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？还没有呢。说起来，你是不是快结婚了？我给你批1个月的假，你带着女朋友去马尔代夫度蜜月去吧，钱公司出。夫人，你现在买机票，明天就去。这1个月内，我不想再在公司里看见你，明白吗？我说。明白了，谢谢夫人。张秘书回答。我美美睡了一觉，睡醒之后，发现陆之舟又回来了，真是稀客啊。自从江小月回国之后，陆之舟回家的次数便屈指可算，平均1周1次都嫌多。今天1天里，他居然回家了2趟，我非常惊讶。他狠狠瞪着我：顾婷婷，你删了我的钉钉账号。我大大方方地承认：没错，就是我。他没料到我会直接承认，吃了一惊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我说：我把你的企业微信也注销了。他气得脸都黑了。好半天，他才狠狠地说道：顾婷婷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不想搭理他，抬起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。顾婷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又说：我的条件已经开得很慷慨了，除了公司，别的我可以都给你，只有公司不行，小智公司是我的心血，我不可能给你。我懒得和他废话，默默给他的照片加了个可爱小狗滤镜，又从相册里挑了2张奢侈品的照片，一起发了朋友圈，感谢老公迟到的生日惊喜，一路有你，3生有幸。鉴于我已经拉黑了陆之舟，这朋友圈当然不是发给他看的，是给江小月看的。1个月前，一个陌生的微信账号申请了我的好友，这个号没有朋友圈，头像也不是真人。我本没有通过陌生人的习惯，于是没有理睬，可是对方却一再申请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是江小月的小号，因为除了他还会有谁呢？出于好奇，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。我本以为他会给我发来些有趣的东西，可他却一直沉默着，始终没有跟我说话。所以我经常会故意发一些秀恩爱的朋友圈，仅他可见。我就是想刺激他，让他尝尝极度难受的滋味。果然，5分钟后，陆之舟的手机响了。陆之舟接起手机，表情瞬间就变了。他非常温柔地喂了一声，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
出门去接电话了。我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把门反锁了。就在我打电话给物业要求换锁的时候，陆之舟终于打完了电话，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门外。我听着他在门外愤怒地敲门，足足敲了有5分钟。我说：“江小月不是在找你吗？你快点去呀，可别让她等急了。”他扔下一句：“顾婷婷，你别后悔。”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后悔？还不知道该后悔的人是谁呢。我嫁给陆之舟，本是权衡利弊的结果。我父亲没上过学，他靠煤矿起家，也就是所谓的煤老板。因为出身低，所以不管他赚到了多少钱，有了多少权势，在圈子里总要被旁人看低一眼。也因此，他花了大钱送我进贵族学校读书，要我学种种才艺，希望我不再被人看低。可是没用的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在别人眼里，我永远都是煤老板的女儿。后来我们明白了，要想摆脱出身，我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结婚。陆之舟就是那时候进入我的视线里的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学历高，举止优雅，人长得也英俊。他一个人创立了小制公司，仅仅3年时间就从居民楼里的小作坊成长为了数百人的大公司，是炙手可热、光芒夺目的青年企业家。父亲很看好他，于是我试着同他接触。不久我便听说了他有个谈了7年的前任，两人曾经非常亲密，最后却不欢而散。就连公司的名字小芝也是结合了他们2个的名字。我不愿强求，更不想被人当作替代品，所以默默远离了陆之舟。可是不久之后，陆之舟却主动找上了我。他口口声声地对我保证说，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，他早已放下了，绝不会再回头。我信了他，现在想想，我也是够傻的了。婚后，陆之舟每天埋头工作，对我越来越冷淡。渐渐的，我与他能够共处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在家，他便跑去公司加班；我去了公司，他又出门去谈业务。我每约他共同吃饭或是参加活动，他总能找到理由拒绝。即便是我们少有的共处的场合，我对他说什么，他也冷冰冰的爱答不理。我曾以为他是天性如此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性格冷淡、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陪他参加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喝多了，回忆起了大学时候的事情。从其他人的描述里，我才终于知道，他当年对江小月有多热情、多温柔，又多体贴。原来他并不是个冷酷的人，他只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没关系，我对自己说，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，不就行了？从那一天起，我的心就冷了下来了。我收起了我的真心，不再对他嘘寒问暖，不再关心他的行踪，也不再奢求他对我有所回应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真地扮演陆太太的角色。在我们这种圈子里，夫妻之间毫无感情，表面相敬如宾，暗地里各玩各的人也有不少。我想的是，虽然他不爱我，但只要他尊重我，只要他在人前给我和我爸足够的面子，那我也就认了。可江小月回来了。江小月是1个月前回国的。我知道，是因为陆之舟那天没有去参加我筹划了半个月的投资人会议，而是去了机场去接他。他留我一人面对众多投资人，口干舌燥地去道歉，去替他解释。会后，我从张秘书那里问出了陆之舟的行踪，然后去了吕卓然的办公室。吕卓然是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也是陆之舟的好哥们。他、陆之舟还有江小月3个人是大学同学。看见我，他显然十分心虚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手机给我，我说。我从他手中夺过手机，点开微信，果然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江小月刚发的照片。照片的背景是一家著名的高档西餐厅，精致的美食，美丽的玫瑰花，还有陆之舟棱角分明的侧脸，还配了文字，回家真好。我一边冷笑，一边截图发给了自己。嫂子，你听我解释。吕卓然说，这事其实也不能怪陆哥。当初江小月是得了癌症才出国治病的，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活不长了。谁知道他居然治好了呢？我怎么听说他出国是因为傍上有钱的老外呢？我说，我还听说他当初是嫌弃陆之舟没钱，所以才甩了陆之舟。吕卓然面露苦涩，那都是假的，是江小月编出来骗陆之舟的。他怕陆之舟知道他的病情之后太伤心想不开。这是什么古早虐文剧情？合着他们俩情深似海，情比金坚，我才是多余的呗？我就该为了成全他们俩的绝美爱情默默退出？没有这样的道理。第2天，我收到了陆之舟送来的律师函，他要起诉离婚。
我转发给了我的律师宋明礼，他很快回复，对方提出的财产分割方案是合理的，想要让他净身出户很难，我们赢的可能性不大。我回，我改主意了，不需要他净身出户。宋明礼直接打来了电话，顾女士，您说不要对方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？您同意对方提出的财产分割吗？我回答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改主意了，我不想离婚了。宋律师仿佛十分惊讶，您不打算离婚了？不离了，我说，是他陆之舟想离婚，我凭什么离婚？我偏不离。宋律师似乎无语了。我问，不离婚的话，赢面大吗？稳赢，宋律师回答，众所周知，我国的法院是最不愿判离婚案的。只要您不想离婚，无论是出轨、家暴还是吸毒赌博，法院都绝不会轻易判离。对方就算非要离婚，也能拖他个3年5载。太好了，这事就交给你了，我说。果然，1个月后开庭，宋律师激情发挥，在法庭上痛陈我对陆之舟的深情厚爱，细数结婚这几年里我为陆之舟所做出的种种牺牲与奉献，将法官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离婚起诉驳回。当天晚上，我发了个仅江小月可见的朋友圈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死人，我不放手，谁都别想抢。我就知道有人会坐不住。果然，5分钟后，江小月发来了微信，约我见面。我终于见到了江小月，她确实长得挺漂亮的，鹅蛋脸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皮肤白皙，长发披肩，是那种温柔恬静的美人类型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高定连衣裙，化了淡妆，戴了一串珍珠项链，打扮得精致又婉约。说实话，确实比我好看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钱啊。一上来，江小月就给我道歉。她说，她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陆之舟已经结婚了，她并不是有意要破坏我的婚姻。然后她就开始回忆起她和陆之舟当年海誓山盟的恋爱经历，真可谓是曲折离奇，惊世骇俗，可歌可泣。我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，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开始低头玩手机消消乐。我玩得正起劲，突然发现她不说话了。我抬起头来，你讲完了？那我走了。顾婷婷，她连忙叫住了我。怎么？我知道是我和陆之舟不对，我们对不起你。可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，你强留他也没有意义。请你跟他离婚吧。我面带笑意，认真打量起他来。江小姐，你要清楚一点，不是我不与陆之舟离婚，我早就给过他一份离婚协议，是他不同意。说到底，他还是舍不得钱罢了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他爱你，就该抛弃一切，净身出户，跟我离婚，然后去娶你。而你爱他，就该默默陪伴在他的身边，不强求他娶你，令他为难。江小月愣住了，很显然，我的这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，令他无法反驳。我微微一笑，说到底，还是你们俩不够相爱罢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能猜到，江小月肯定是一回家就去跟陆之舟告状了，因为当天晚上，陆之舟一口气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。我当然没接，因为预料到这一对狗男女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干脆让张秘书也给我订了张机票，安排了6个月的欧洲度假旅游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乘飞机溜了。接下来的6个月，我快快乐乐地在欧洲旅游，吃着美食，看着美景，偶尔抽空跟宋律师打个电话，听他讲一讲那对狗男女的事情。宋律师说，陆之舟在积极筹备着第2次起诉离婚，然而根据我国法律，2次离婚起诉之间必须要等上6个月才行。据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鼻子都气歪了。与此同时，陆之舟与江小月2个人已经不要脸的公开同居，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了。能告他俩重婚罪吗？我问。这个恐怕有些困难，宋律师说，但是他似乎送了江小姐不少礼物，我们可以告他私自转移婚内财产，冻结他的银行账户。好，就这么办，我说。不过，宋律师犹豫着说，对方也可以申请解除冻结，我们就算赢了，也不过是让他们花点钱而已。没关系，我说，我就是想给他俩添个堵。几个月后，宋律师又打来电话，告诉我转移婚内财产的官司打赢了，江小月把他收的那些礼物通通吐了出来。好呀，我说，多亏了有你，宋律师，这些赔偿款就给你当奖金了。宋律师谦虚了一番，乖乖收了。顾女士，我还有一个消息，他说陆之舟第2次提出离婚起诉了。这一次你还是不打算离婚吗？不离，我说。这恐怕有点难度了。没关系，我说，到时候我会回国。
我亲自上法庭去应诉，保准让他离不了。6个月后，我如约回国，参加陆之舟起诉离婚的庭审。许久未见，陆之舟看上去憔悴了不少。我早听说公司这几个月并不顺利，新业务拓展失败，投资人们又纷纷撤资，他的账户还被法院冻结了好几个月，他只得东奔西走，到处去借钱，却又处处碰壁，着实狼狈不堪。真是活该啊！我看到江小月也来了，坐在陆之舟身后的观众席上。她倒是依旧美丽动人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身穿高定礼服，戴着金光闪闪的首饰，打扮得珠光宝气。只是她的神情看上去有些焦躁。我知道是为什么，江小月的肚子已经明显带起来了，陆之舟要再离不了婚，他们俩的孩子就要成私生子了。呵呵，太活该了。法官宣布开庭。一番流程过后，陆之舟的律师先发言。他这个律师很年轻，穿的西装革履，头发上摸了超多的发胶，满溢而出的金饭，一看就很贵。这律师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，慷慨激昂，激情洋溢，吐沫横飞，各种比喻句排比句张口就来，跟不要钱似的。终于等到陆之舟的律师说完，轮到我方发言了。我站起来，解开外套，露出突出的小腹。宋律师说，法官您看，我方当事人怀孕了，根据法律，女方孕期是不能被离婚的。陆之舟当场就绷不住了，假的，不可能。宋律师，法官大人，请允许我方提交病历和 B 超作为证据。宋律师把病历和 B 超复印件递了上去。法官，女方确实是怀孕了，这种情况不可能离婚。原告，你们撤诉吧。陆之舟的脸都黑了，观众席上，江小月的脸色也难看至极。只有陆之舟的律师还保持着沉着冷静，他与陆之舟耳语了几句，然后对法官说道，法官大人，我方主张，女方的孩子不是我当事人的。宋律师稳如老狗，原告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，你有证据吗？陆之舟忍不住开口，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这半年根本没碰你。宋律师，证据呢？陆之舟，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孩子是我的？宋律师，你和顾婷婷还没有离婚，法律上她的孩子当然是你的，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证据证明。陆之舟哑火了，倒是他的律师还在苦苦坚持，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对孩子进行亲子鉴定。宋律师，我方拒绝。陆之舟，你拒绝就是你心里有鬼。法官大人，必须进行亲子鉴定。法官苦着一张脸，法庭不能强制女方进行亲子鉴定，女方现在不同意，亲子鉴定就无法进行。要证明孩子不是陆之舟的，就需要做亲子鉴定，而做亲子鉴定需要我同意。我不同意，就不能做亲子鉴定，孩子就默认是陆之舟的。完美的闭环就这么形成了。陆之舟傻眼了，坐席上的江小月也傻眼了。法官，原告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没有的话就抓紧去撤诉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陆之舟的律师垂死挣扎，我方要求庭审延期进行，我方需要时间去收集孩子不是男方的证据。宋律师打断了他，法官大人，根据我国法律，女方怀孕期间禁止男方提出离婚，可根本没规定女方的孩子一定要是男方的吧？无论孩子是谁的，法律规定不能离婚就是不能离婚，男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。法官点了点头，确实是这样。原告，你还是抓紧撤诉吧。庭审结束，我和宋律师喜气洋洋地走出法庭。没想到陆之舟冲过来拦住了我。顾婷婷，算你狠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说道，你赢了，我同意净身出户了，公司归你，现在就签协议吧。我笑呵呵地瞅着他，哟，怎么了？江小月的肚子等不了了吗？跟小月没关系，你不要把她牵扯进来，陆之舟到现在还在维护她。我笑，行吧，确实是跟她没关系，但是跟我有关系啊。我现在怀着孕呢，我可不想让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。陆之舟一脸不耐烦，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，我同意把公司给你，净身出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可我反悔了呀，我说我第一次给你发离婚协议的时候就跟你说过吧，那是你能跟我离婚的唯一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抓住，可怪不了我呀。顾婷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陆之舟问。我想了想，你跪下来求我，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。宋律师开车送我回家，路上宋律师问我，顾女士，你还不打算离婚吗？我说不离，我就要恶心死他们俩。宋律师有些犹豫，那您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？我笑了，
没有父亲，这孩子是我在伦敦精子银行做的试管婴儿。我不知道父亲是谁，只知道他身高185，金发碧眼，没有遗传疾病，而且智商260。宋律师不由得感叹：你们有钱人的世界，我真的不懂啊。陆之舟坚持不肯撤诉，法院判了他败诉。我听说他和江小月公开举行了婚礼，他们俩还打算移民美国，在美国正式登记结婚。我问宋律师，陆之舟和江小月要是在美国领证了，能告他重婚罪吗？宋律师说能，只要他回国就能告。能判几年？最多2年。2年也行。我说你替我盯着点，只要他敢回国，马上就去告。好嘞，宋律师说。顾女士，宋律师又说，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？问吧。你为什么这么恨陆之舟？他婚内出轨固然可恨，可你这么跟他耗下去，自己也得不偿失啊。我说我恨他不是因为他出轨，我恨他是因为他的傲慢。他从来没有尊重过我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有感情、有尊严、有喜怒哀乐的人来对待。在他的眼里，只有他和江小月才是人，我们其他人都是没有感情的 NPC 罢了。在陆之舟最困难、最落魄的时候，是我帮了他。我借钱给他，帮助他的公司渡过难关，又替他拉投资走关系。可他的心里对我有一丝感激吗？没有。我跟他结婚3年了，这3年里，平心而论，我对他真的很不错。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，诋毁过他，我处处为他着想，不曾在任何场合令他难堪。尽管我不爱他，尽管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出轨，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尊重他。3年的朝夕相处，就是条狗也该养熟了吧。可他呢？他却故意背叛我，欺骗我，冷落我，把我当傻瓜，后来又算计我，威胁我。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是他的妻子，甚至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。明明是他对不起我，可是到今天，他都还没有向我道过一句歉。宋律师愣住了。所以你那时候说让他跪下求你，其实是认真的。我点点头，是认真的。其实如果当初江小月刚回来的时候，他能坦然向我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再认认真真的向我道个歉，我是会同意离婚的。我们这个圈子里，离婚的人有的是，大家都是好聚好散的。况且我又不爱他，何必非要跟他拴在一起，闹到这般难堪的地步？我之所以不肯离婚，就是想要给陆之舟一个教训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泥人也有3分火气。像陆之舟这样的人，爸妈没教给他要尊重他人，社会也没教，我只好亲自教一教他。宋律师沉默了许久，说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教训还不够，我有几个审计的朋友，我帮你联系一下，再查一查小智公司的账目吧。我说，好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作为小智公司的股东，我提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。在宋律师和他的审计朋友们的帮助之下，很快就发现了小智公司的账目存在的问题，有好几笔款项的用途都说不清楚。很显然，陆之舟曾不止一次将公司的钱挪作他用。虽然他后来又将钱补了回来，但挪用资金的事实是跑不了的。宋律师依法提出申请，冻结了公司的账户，公司的资金流断了，业务也很快停摆。终于，小智公司又一次走到了破产的边缘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可没有像我一样的冤大头借钱给他渡过难关。我听说陆之舟这几天是愁的是吃不下睡不着，头发都白了。他四处奔走求人，拉关系，跑门路，可根本没有人愿意理他。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是这样，雪中送炭的没有，落井下石的却有不少。表面上笑脸相迎，背地里却最爱互相捅刀子。很快，小智公司的市场就被人瓜分得干干净净，手下有能力的员工也被挖走了好几个。就连陆之舟的那位好兄弟吕卓然也抛弃了他，另谋出路了。他跳槽去了陆之舟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公司，还带走了他的好几位大客户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被好兄弟背刺的陆之舟恼羞成怒，找到吕卓然，暴揍了他一顿，把他的门牙都打掉了。下场吗？自然是喜提10天拘留。听闻这个消息，热心的宋律师主动联系了吕卓然，向他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。他先是带吕卓然去医院进行了全套的体检，做出了伤情鉴定，然后又找到了派出所，拒绝了和解，坚持要求追责到底，向陆之舟提起了故意伤害的诉讼。陆之舟也算是头脑清醒，果断认了怂，派来他的律师对吕卓然苦苦劝说，回忆他们的大学往事，打起了感情牌，又许诺了大笔的赔偿款，终于打动了吕卓然，说服他放弃了诉讼。
最终协商的结果是，陆之舟赔偿了吕卓然一大笔钱，包括医药费、误工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等等等等。此外，陆之舟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道歉3天。我抓住机会落井下石，联系了几个本地的营销号，将小芝公司总裁仗势欺人、前员工被打住院3个月的新闻送上了热搜。随后又送上了小芝公司破产清算，总裁竟挪用公款包养小三和震惊花心总裁出轨前女友，狠心抛弃怀孕妻子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于是等到陆之舟在看守所里蹲满了15天出来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臭名远扬，成了业界笑谈。小芝公司也不出意外的破产了。陆之舟如今已经成了阴沟里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已自顾不暇，和江小月出国结婚的事自然也耽搁了下来。但我没想到，江小月又一次联系上了我，约我见面。我很好奇，就同意了。我和江小月约在了一家私房咖啡厅。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我也开始显怀。我们2个的见面在旁人眼中可能更像是孕妈交流会，而非是情敌相见。她开门见山，小芝公司是之舟的心血，顾婷婷，我求求你，你高抬贵手吧。我笑呵呵地看着她，凭什么啊？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我愿意主动退出，我会离开之舟，我把她还给你，求你别再伤害她了。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吧。Excuse me， 他是脑子进水了吗？他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我难道像是垃圾箱吗？什么垃圾都给我，我都给气笑了，还给我。抱歉啊，陆之舟这个人我可要不起。江小月像是没听懂我的话，楚楚可怜地说，我会一个人回国外去，孩子我也会独自生下来养大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们的。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打断了他。江小月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无私，特别伟大，为了爱情牺牲自己，成全陆之舟和我？我谢谢你啊，用不着。江小月还要再说什么，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。我觉得你和陆之舟特别般配，真的。我说，我祝福你们2个百年好合，永远锁死，谁都别再出来祸害别人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原来陆之舟不知怎么得知了江小月想把他还给我的事，2人当场大吵了起来。陆之舟情绪十分激动，偏偏又在开车，于是车祸了。围观群众把他送进了 ICU， 医生需要家属签字，于是就找到了我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是午夜，江小月正焦急地守在 ICU 的门口，满脸的憔悴。他倒是没什么事，听说车祸的那一瞬间，陆之舟猛打方向盘，保护了他，自己却因此受伤严重。啧，真伟大，还会英雄救美呢。医生问我，你是陆之舟的家属吗？你怎么才来？我说我是他老婆。医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旁边的江小月，眼神在我俩凸起的肚子上游走，表情十分复杂。医生拉着我进到办公室里，递来一沓文件，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机，需要立刻手术。手术的风险很大，不保证能救活，而且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你考虑一下，要是同意手术就签字吧。我说不用考虑，不救了。医生瞪大了眼睛，你确定？我点点头，非常确定。直接拉太平间吧，谢谢。医生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收起那一摞厚厚的抢救同意书，拿出了另一张薄薄的纸。医生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个字吧。好嘞。在放弃治疗书上签下名字的一刹那，我突然感到了一股久违的宁静，仿佛一直以来紧紧抓住不放的爱和恨，突然都放下了。我不禁想，善恶有报，原来是真的。后来我又见了江小月一面，她那时已经生产了，是个女孩。听说她已经办好了护照，准备带着孩子去美国了。我想她此生应该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其实不太想再见她，但是我必须与她做个了结。江小月显然也并不想见我，她咬牙切齿地对我说，之舟都已经走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吗？顾婷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求你高抬贵手吧。瞧你说的，我又不是什么魔鬼。我说，我就是有个东西想给你。陆之舟死后，我作为妻子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，江小月什么都没得到。我想他应该也想要留点什么东西来纪念陆之舟，所以这是陆之舟的骨灰，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白瓷罐送给你了。你既然那么爱他，就好好留着做念想吧。我转身潇洒离去。2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对金发碧眼的龙凤胎，我给他们取名顾惜、顾望。
我雇了2个育婴师，全职照顾孩子，有钱有闲，还没有男人碍眼。我相信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